女孩盯着镜子中的自己，那微微隆起的小腹着实让她有些担心。果然，试纸慢慢显示出2道杠，她怀孕了。女孩叫小奥，从她出生到现在，一直都在父亲的冷嘲热讽下长大。小奥对于父亲的轻视早已习惯，然而她的反抗仅限于争吵之后的一句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她逐渐养成了沉默封闭的性格。自从得知自己怀孕后，小奥变得更加孤僻起来，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会陷入沉思，常常一夜无眠。第二天，母亲看见小奥一脸疲惫，便关心地问他是否需要去看医生。小奥拒绝了母亲的好意，但他刚一出门，转身就进入路边的一家诊所，他想再次验证怀孕的真实性。结果可想而知，试纸依旧显示是阳性。小奥难以接受自己怀孕的事实，不死心地追问道 ：“If it's positive, is there any way it could be negative? No. A positive is always a positive.” 听到医生这样的回答，他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也被打碎了。回到家中的小奥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他觉得身体本就该由自己掌控，为了显示对自己身体的主权控制，他用回形针忍痛给自己打上了鼻钉。第二天，小奥再次来到诊所进行详细检查，医生将耦合剂涂在他的肚子上，然后对他说 It's the most magical sound you will ever hear. 可实际上并没有。当小奥听到婴儿的心跳声时，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这个声音让他有些崩溃。随后他扭过头去，一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样子。医生告诉他，怀孕已经有10周了，胎儿也已经基本成型。从小奥的眼神中，医生看出了他的心思，并开始劝说小奥，试图让他放弃堕胎的念头，甚至还播放其反对流产的教育视频。但小奥心意已决，并没有被他洗脑。可问题是，小奥在网上查到，他所在的城市是不允许女性堕胎的。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尝试自行流产。小奥一粒接着一粒不断吞下药片，接着他开始猛烈捶打自己的小腹。然而这一切终究只是徒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小奥在工作时突然出现了孕吐反应，他冲进厕所想要躲起来，不料表妹在身后跟了过来。从小玩到大的2姐妹自然是心有灵犀，表妹立马感觉出小奥怀孕了。晚上2人走出公司，表妹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部塞进了小奥的包中。不善言辞的小奥眼眸里终于出现了光芒。2人随即整理好行李，也订上了车票。趁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俩拖着大行李箱走在泛黄的路灯之下，踏上了堕胎之旅。因为纽约这座城市支持女性堕胎，所以姐妹2人坐上了去往纽约的大巴车。看着窗外渐渐后退的风景，小奥思绪万千。此时，一个男人向表妹搭讪，想要邀请他们去看电影。表妹委婉拒绝了他，但最后还是与男人交换了手机号码。傍晚，大巴终于抵达纽约。第一次来到纽约的2姐妹顾不上欣赏周围的风景，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这里的医生再次对小奥进行检查，掀开衣服时，小奥的肚子上布满了自己捶打后留下的淤青。更糟糕的是，这次的结果显示，小奥已经怀孕有18周之久。很明显，之前的医生撒谎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拖延小奥流产的时间。医生还说，他们医院有规定，只能给12周之内的孕妇进行手术。不过不用担心，他们可以将小奥转移到附近的医院。无奈的小奥只能妥协，原本计划好的行程又要多出来1天。姐妹2人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去住宾馆了，她们只能依偎在车站里休息。可没过多久，车站管理员就勒令他们离开。没办法，2姐妹只能再次寻找过夜的地方。经过一路的辗转反侧，最终2人来到了店完成打发时间。就这样，2姐妹终于熬过了第1个晚上。第2天天刚亮，小奥和表妹就往医院赶去。2人在地铁上吃着早餐，脸上浮现出明亮的笑容。然而轻松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2人在路上碰到了反对堕胎的游行队伍。小奥的心情瞬间跌落谷底，难道他连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都不能拥有吗？进到医院，工作人员向小奥表明，如果使用医疗保险，那么所产生的账单会全部发到父母手里。小奥犹豫了片刻，最终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用来支付这次手术的费用。交完钱后，医院社工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然而面对这份调查，小奥只需要回答4个词语：从不、很少、有时、总是。这看似选择题的调查，却让冷静的小奥变得开始紧张起来。Your partners threatened or frightened you? 小奥故作镇静，不想回答。当社工再次问到第2遍时，他强忍着情绪回答道 Rarely. 接着，社工察觉到了小奥的情绪变化，温柔地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Your partner has hit you, slapped you, or physically hurt you? 小奥垂下眼眸，内心的堤坝即将要被摧毁。当社工再次问到第2遍时，他终于说出
社工柔声安慰着小奥，然后向小奥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Your partners made you have sex when you didn't want to. 这时，小奥脆弱的神经像是被狠狠地刺痛，过去某些不堪的回忆像一把把尖刀刺穿他坚强的表面。小奥流下了眼泪，最终承认了自己被性侵的事实。小奥换上了手术服，今天要完成手术的第一部分。忐忑不安的他躺在手术台上，那个社工始终陪伴在他身旁，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手术结束后，小奥与表妹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这时，表妹发现钱包里竟然1分钱都没有剩下。小奥解释道，为了保密堕胎这件事，他将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手术上。为此，小奥感到非常自责，他不想再麻烦表妹，于是对她说道 You can go home if you want. 表妹没有回答，她理解小奥的苦衷与压力，可是他们现在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这时，表妹想要寻求家长的帮助，然而小奥一向与父母不和，便对她丢下一句表妹十分气愤，拖着行李箱自己离开了。放心不下的小奥后来在厕所里找到了她，表妹什么话都没说，拿出遮瑕液为小奥遮盖黑眼圈。姐妹情深的二人怎么可能说散就散？最后走投无路的表妹联系了巴士上搭讪的男人，男人如约而至，他提出去酒吧喝一杯。表妹搪塞道，不如一起先吃个饭。在饭桌上，男人询问起姐妹二人的情况，并再次提出去酒吧的想法。表妹回绝道 We really can't. 吃完饭后，三人来到保龄球馆，可小奥始终高兴不起来。第一阶段的手术让他的身体很不舒服，小奥连忙冲向厕所，随后他给母亲打去电话。Hello? Mom? Are you okay? Where are you? 小奥没有作声，最终挂断了电话。后来，三人又来到 KTV， 在小奥唱歌的时候，男人将手放在了表妹的大腿上，表妹只是笑了笑，默许了男人的行为。活动结束后，表妹终于开口向男人借钱，男人爽快答应了，但他要求表妹和他一起去取钱。小奥明白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答应在原地等待。然而过了很久都不见两人回来，小奥十分着急，到处寻找着表妹。终于，他在柱子后方发现了正在亲热的两人。小奥慢慢接近，他悄悄地拉起了表妹的手，两只手紧紧地牵在一起。他能做的只有陪伴。最终，男人信守承诺，将钱借给了他们。第二天，小奥与表妹再次来到医院。今天是手术的最后阶段，表妹看出小奥的紧张情绪，于是给他表演了一个小魔术。小奥紧绷的神经这才稍稍放松。没过多久，小奥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医生向他问道 What procedure are you having? I'm having an abortion. 伴随着麻醉药的作用，小奥慢慢闭上了双眼。当他再次睁开眼时，手术已经完成。姐妹二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在路上。回家之前，两人进入一家餐馆休息。表妹往嘴里不停地塞着面包。二人对视之后，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影片至此结束。幸好这个故事拥有一个饱含希望与光亮的结尾。在未来，她或许会告诉别人她怀孕的秘密，又或许会隐瞒一生。不管怎样，我们都将无从知晓。毕竟这是属于她的身体，也是属于她的故事。只愿这个世上从此再无小奥。